到11岁录了差不多有7、8张专辑。我的那时候的生活就是有一直表演，然后出专辑。以童星来讲啦，我应该真的是拍了很多戏哦。爸爸几时回来了？只喝一口啊。New Paper 说我是新加坡最赚钱的童星，还蛮了不起的哦。我依然精彩，我是邱国浩，我是郑智坚。会紧张吗？就很像小时候这样子咯，很熟悉。我是邱国浩，我从1985年拍第一部电视连续剧，叫做《红头巾》。打你呀！真麻烦。老板，有没有抹布啊？清汤倒饭了。从《红头巾》开始，陆陆续续拍了很多电视连续剧，拍到应该有20岁吧。这种人哪里拍出你的补品？邱国浩今年43岁，他6岁时碰巧本地电视剧正蓬勃发展，积极招募各年龄层的演员。当时那个电视台有招考这个小演员，然后我姐姐看了这个广告，然后她就带我去照相馆去拍照。有一天电视台就打电话，好像是跟我妈妈说要去拿剧本。当时我妈妈就跟我说：“你被录取了。”第一场戏是非常紧张的，因为我还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，要打翻一碗清汤。猪仔，妈妈喂你吃啊。我要自己吃。那也好，慢慢吃，别倒饭啦。然后 action 的时候呢，我还真的很小声的跟黄文勇说，真的要倒那碗清汤吗？一碗够吗？多加一碗吗？够了，一碗就够了。哎呀，带你出来真麻烦呢。可能我小时候是比较乖的吧，都不会去闯祸。1990年代，卡拉 OK 歌唱蔚为风潮。8频道综艺节目组首开先河，举办儿童卡拉 OK 歌唱比赛。13的郑智坚带来的访音台，首届比赛的冠军就是郑智坚，当时他才7岁，但已显露锋芒。在一次路过那个民众俱乐部的时候，他们刚好有一个歌唱比赛，然后那时好像是3岁的我，就朝着要上台去表演。结果上台表演了过后，然后妈妈就觉得，其实我还蛮有唱歌的天分，可以再进一步的发展。刚好就是1992年有那个赢万金有万里的那个儿童卡拉 OK 歌唱比赛，在妈妈的鼓励下，就报名去参加那个比赛了。郑智坚通过试音后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晋级到决赛。在黄土高坡，也有你的钢铁。在儿童卡拉 OK 歌唱比赛冠军的歌手郑智坚演唱的歌曲《15个月亮》，来，这些都是我以前所灌录的专辑，然后特别是这一张，就是在1992年录的《15的月亮》的专辑。对，我记得那时得到冠军过后，有好几家唱片公司前来要签约，然后那时妈妈也是做了一个选择，就从那时候开始就很多专注力就开始往我那里
号了，就感觉哇，好像突然间发光了一样。成名了过后，老师和同学们稍微有一点针对啦，就是好像把我当成是那种眼中钉那种。就我记得有一次我肚子很不舒服，但是老师就故意刁难我，不让我去。然后后来真的来不及的时候，我其实已经泻在裤子上了。老师就那时候当场告诉了全班说我在厕所里泻肚子了。结果全班都把我当笑话了。这些阻挠动摇不了郑智坚对歌唱的热爱，登台表演更让他认识了各地的明星艺人。那个时候是8岁，所以跑歌台的时候有去到马来西亚跑台，然后那时他们也邀请了港台的巨星。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位就是李香琴，我会叫她妈妈。然后他非常照顾我，然后他会常常要我坐在他的大腿上。我记得那时候他教我唱那个《友谊之光》。不是每一个小孩子都有这样的经验和经历，所以我觉得我蛮幸运的。从7岁到11岁的5年间，智坚发行了7张专辑，犹如小歌王。这个呢，就是在马来西亚冠路的唐山谣的一个专辑，里面有一首《归乡》，就以这首歌代表新加坡到中国去参赛，然后拿到了银奖。然后那时候因为还在念小学1年、2年级的我，又要监督学业，也要去录音室，有时候会录到很晚。那时在音乐室待了很多个小时，所以一连续很多歌曲，所以看到我的穿着你就知道我穿了很厚。比如说你听一首歌是3分钟嘛，可能都要录制3到6个小时，隔天又要上学，所以那时还就是蛮累的啦。其实我也是有点妒忌那些比较平凡的同学们，他们可以玩，可是我的那时候的生活就是有一直表演，然后参加比赛，然后出专辑，就觉得童年就没有像普通孩子一样那样子过。这些都是我的收藏品啦，然后里面都报道着以前我小时候的风光史咯。然后这张呢，就是应该是 New Paper，New Paper 说我是新加坡最赚钱的童星，还蛮了不起的哈。6、7岁拿到剧本呢，都是妈妈读给我听，她要我记。就是记得那个台词，有些句子比较长的，那种就会比较有压力。背剧本，然后还要演出来。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杨丽娜，这位是我第一部戏《红头巾》的妈妈，她已经不在了，所以每次我跟她的妹妹，有聊天，杨丽冰，我就会，通常我们都会聊起到她，非常想念她。然后这个也是，这个是陈美光。我觉得片场的工作环境，因为是团体活动嘛，每个演员和每个导演功力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都是互相的配合，才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嘛，有些是要有哭戏啊，实际上你去片场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哭。妈妈，你醒醒啊！妈妈已经死了。不会的，妈妈不会死的。我有演过哑巴，有演过自闭。不是想去就可以去的。正好吃。可能在片场跟很多大人学习吧，因为看到他们的认真，他们对一个角色的一种要求啊，就会影响到你，也对你自己的角色也有一种要求。这里是 Heartbeat at Bedok， 我在这里从事游泳教练已经18年了。我7、8岁的时候，妈妈和朋友们他们有说学游泳可以练好气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去参加游泳课程，然后我游泳教练就提拔我，然后教到直到我还可以去当一名合格的救生员。
上了理工学院，志坚成功考获游泳教练的准证。当初促使他退下舞台，停靠泳池，是因为他在13岁发育时嗓音出现变化。从一个童声变到成长的成熟声，那个阶段，同样的一首歌，那个 key， 那时候可能我1-2个星期前唱的还 OK， 但是2个星期后唱的时候，自己的音准就跟不上了，所以那时就停止唱歌台了。我就也不希望脱离音乐，所以就自己投入作词作曲那一方面。我是觉得总有一天声调会恢复，到时候如果有机会再回去台上，那也 OK 啊。志坚14岁便开始学习音乐创作，掌握了自弹自唱技巧。可是他成年后却没有朝歌唱事业发展，自己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创作，所以时间开始慢慢放在家庭，然后还有事业啦，就是主要就是要有一份职业才可以维持家庭，所以就是投入游泳工作、教练，还有照顾家里人。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。自从当了父亲过后，我觉得我应该要有牺牲自己的时间、自己的兴趣，就是一直要把时间跟专注投入在他们的身上。如果可以跟自己小的时候说一句话的话，我会告诉他，其实自己做得很棒了，但是需要多一点童真啦，就是需要玩多一点。你是来唱戏的，怎么你的衣服跟我一样？在演艺的生涯当中，一定会有高也有低啦，有名也是一阵子，过后就会淡下来。一个艺人的生涯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对名利就不会太注重。找来，快去啊！要走书干什么？在长达15年的演艺生涯中，国浩演出超过30多部连续剧，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镁光灯。我也知道自己长得不怎么样了，你要走幕前应该不会很太红了。从小到21岁都有在拍戏了。你已经迟到了10分钟，已经拍了15年了。15年后呢，可能想换一个跑道了，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国浩在国外完成大学后，便踊跃尝试创业和投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吃了很多亏了，不只是赔钱，给人骗钱也有，都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了，会让你成长哦。别把我妈妈推走！我小时候拍的戏真的有帮助我，因为我知道我要扮演好我自己的角色，所以就算我遇到挫折，我都会很快的去调整我自己的这个想法，然后很正面的去把该做的事情处理好。多年的投入让国浩在商业培训师领域扎下根基，之后他投资的保健食品也有成功回报。因为我工作性质，我一直经常要去不同的国家，最终呢，我是去到美国，然后在美国住了差不多应该有10年吧。4年前，国浩告别海外生活，重回新加坡。可能年纪比较大了吧，也因为时间是有限的嘛，就希望可以跟我自己的家人、朋友多在一起。国浩旅居国外期间，始终跟儿时的工作伙伴保持联系，邱建中就是其中一位。国浩，我认识他的时候比较熟络的时候是在1990年，要我们搭了同一部戏，就是多多夫多多情，我是这部戏的主导。他领悟性蛮强的，以一个10岁的小朋友能够看剧本，能够演出他这样戏里面的角色，我就觉得这个小朋友是领悟性很强的人。那思想上可能就比同龄的同学就比较成熟一点点，对。然后一转眼就30几年了。然后这个是他拍《封神榜》的时候我去探班。是吗？对呀，
这个 location 是多人拍风声旁，对，风声旁那时候就是在现在已经关掉的唐城就在后面，所以就是这个地方。所以玉郎给我们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啊，你小时候的回忆是我年轻时的回忆。玉郎对，国浩本身就是一个暖男，他就很愿意去帮助别人，很会照顾老人家，可能他就是很喜欢，而且很能够跟老人家接触。国浩也经常去探望长辈，包括小学6年级的班主任杨淑安。This one is Josephine. This one is Josephine Fang. Now, when you compare the one that you showed me that night, it's so different. 我平时都会经常来找老师的，然后那天就谈起了以前的事情，然后我就今天带了一些旧的照片来给他看咯。This one. Yeah. I can say he plays at least two roles. One like a son looking after the mother, and the other role is like a friend, no more a pupil. Now I'm 42. 43 already 啦。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很像一个大家庭这样子，所以都要互相的去帮助啦。像找老师，找一些前辈，买一些东西给他们，有时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，哎，这个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的开心。上车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。因为有很多的娱乐界的一些朋友一起聚餐啊，然后也会一起去做一些义工，就经常会有聚会啦。你可能你的眼镜要拿掉啊。国浩跟我互动呢，应该就是最近这个时间比较短，他们会比较长一点。我觉得，这个年轻人他也会带开我们这些老人家。我是觉得我跟这些艺人都有一点默契，像甚至有些没有合作过的艺人呢，对方打一个眼神还是一个笑容，我们就知道有一种接触这样子的。这群曾在演艺圈闯荡多年的朋友，大约是在2017年的一次聚餐后开始联系回彼此。之后，国浩和大伙儿每年都一起筹办聚会，渐渐地培养出深厚的情谊。虽然他年纪比我小，可是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。比如说，他很乐意助人，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，而且他做慈善是不让你知道。对，很会敬老尊贤，尤其是对一些长辈非常的贴心，有好吃的都会跟我们分享。还有他们特地去买来送到你家，对。我们都尽量的去珍惜能在一起的这个时间。其实，在戏中里面的爸爸妈妈有些已经都不在人间了，所以有时你想，真的时间是很短。每次听比我年长的一些艺人说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呢，其实对我来讲是一种学习。就是他们的人生也是非常精彩，很像看一部电视连续剧。我会从他们的经验当中学习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的名字叫郑志坚，我觉得这里应该都会有很多人认得我吧。我跟他们已经有6、7年没有一起玩音乐了。所以这次玩的话，我就觉得，一上台就有默契了，所以还蛮配合的。也许我一个人，无论珍珠180天，让我经历东西。同台表演的是98的常驻乐手，之前在念理工学院时就和他们玩音乐，今晚他受邀亮嗓音。之间是业余乐手。所以每次有机会上台表演的时候，
他会很认真的去筹备、准备。练习的时候，他还会录起来，然后回去听一下哪里可以改进的，还会打电话跟我们商量。谢谢。疫情的影响，很多游泳课程都暂时停止了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发生很多时间，就和女儿一起在线上有唱歌表演。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朋友还邀请我们一起去灌录了一首新年歌。我觉得我的音乐过程的经验，让我学习到，要坚持一件事情，如果要做好的话，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就是你一直要付出很多的努力，很多的牺牲。那时小时候遇到的困难，我觉得如果可以让我重新再来的话，我还会选择走同样的这条路，因为毕竟这是机会给予我的。欢迎欢迎，慢慢走。你们要上厕所啊，找我 OK。今天呢，傅爱玲姐姐呢，她主办了一个慈善晚宴，就在这个社区呢，邀请了200多个公公婆婆，请他们吃饭，然后也有表演节目。那么我呢，今天是来负责就是招待这些公公婆婆的。我觉得30岁到40岁才开始懂得生命，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到我很多亲人，很多的朋友，慢慢离开，然后就会理解到，我们人生其实就是很短暂的，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时间。我的未来呢，应该是把我身边的人照顾好，可以做多点公益，帮助更多人，去帮助更多人解决温饱的问题，小孩教育的问题，我觉得是会很有意义啦。